据美国空军官网周一消息，美空军 B-5RH 轰炸机上周六成功试射 AGM-183A 高超音速导弹，导弹与飞机分离后，助推器成功点火，飞行速度超过5马赫。美国空军武器项目执行官希斯科林斯声称，对于空军和研制企业以及项目团队来说，此次成功是一个巨大的成就。AGM-183A 是美国下一代空射火箭助推滑翔体高超音速导弹，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负责研发。该导弹据称将采用全程滑翔技术，全程不出大气层，最快速度能达到20马赫，最大射程达到1600公里。事实上 ，AGM-183A 在弹道中段的速度一般要低于常规多弹头和机动弹头的速度，但由于其具有较大范围的机动能力，增加了对其弹道探测与预测的难度，从而增强了突防能力。同时，由于使用了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先进控制技术，提高了打击目标的精度，因此美空军希望未来 F-15EX、B-25H 轰炸机、B-1B 轰炸机能用这款突防能力极强的导弹打击敌纵深高价值目标和时间敏感目标。它飞行速度非常快，都是5倍音速以上。那第二个重点是在于说它的飞行的轨迹，弹道飞弹它是一个抛物线，所以你可以预测它大概飞的状况。可是极音速飞弹不会。它可以改变方向，那可以改变高度。那第二栏就是它飞行的高度又比弹道飞弹低，所以对于防卫方来讲，很难去侦测到你的极音速武器，所以这个就会压缩到我的防御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 ，AGM-183A 在去年进行的3次试射均以失败告终，其中4月15号因轰炸机载机的问题导致导弹未能成功发射；7月28号导弹脱离载机后助推器未能点火，导致试验失败。在12月18号的第3次试射中，导弹因未脱离挂架而失败。而按照美空军原本的期望，今年9月前就可以利用 AGM-183A 形成早期作战能力，但连续的失败将推迟其服役。五角大楼3月底向国会提交的总金额为8130亿美元的2023财年的预算草案中，美国空军特别要求提供更多的资金来研发、开发、测试和评估高超音速武器。有分析指出，尽管此次试验成功给美国空军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增加了信心，但是距离该型武器装备正式列装仍需要相当长时间。实际上，美国是高超音速武器领域起步最早的国家。2001年，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宣布退出美苏1972年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此后，高超音速武器就成为美俄军备竞赛的重点领域之一。美军提出了雄心勃勃的1小时打遍全球计划，并相继测试了多种高超音速飞行器，包括猎鹰2号高超音速飞行器、X-51乘波者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等。俄罗斯则紧随美国其后，开始自主研发新武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本月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披露，在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后，根据普京总统的指示，莫斯科不得不开始研发高超音速导弹。在2010年前后，美国的高超音速武器研发项目相继遭到挫折。美军认为高超音速武器的技术尚不成熟，因此停止了相关领域的研制。但俄罗斯仍然持续投入，最终研制出了先锋、锆石、匕首等至少3种高超音速导弹，成为目前在该领域进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对美国而言，它原本耗费巨资建构的这些飞弹防御系统，其实没办法对付极音速武器。那所以当然对他来讲是一个忧心。那第二就是说，我的潜在敌人有这些武器，而我没有，那当然对他来讲也是一个挑战。所以才会我们看到说，这些军事大国的话，都开始朝这个方向去研发，然后成为一个军备的竞赛。值得指出的是，目前仍在持续中的俄乌冲突是高超音速导弹首次投入实战。上个月，俄罗斯就成功发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俄国防部指出，萨尔马特是当今世界威力最强、射程最远的弹道导弹，它将加强俄国家战略核部队的战斗能力。深圳卫视特约评论员管尧认为，对于美国来说，它应对俄方核威慑的战略就是所谓以核制核，以全面升级美方末日武器来强势应对。五角大楼最近向国会提交审批的2023年国防预算案已经传递出了明确的信号，美军战略司令部寻求猛增4成预算至36亿美元，将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升级为新一代哨兵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寻求列支50亿美元采购 B-21隐形战略轰炸机。此外，美军规划的新一代空中主导项目，也就是 NGAD，也将会研发所谓核威慑空中载具的有人机和无人机的
混合编队等等。《华盛顿邮报》知名专栏作家伊格纳修斯呢就观察说，俄对乌战事已经全面提速五角大楼的战略升级进程。